北京时间2022年5月10日晚上11点，英特尔正式向玩家们公布了首个16核心24线程以及支持 PCIe 5.0 的移动处理器12代酷睿 Alder Lake HX。其首发型号包含了 i9-12900HX、i7-12800HX 和 i5-12600HX 等7款。至于它们的详细规格和性能表现，下面就跟着超级课来看看吧。具体来看，英特尔此次公布的发烧级12代酷睿移动处理器，代号为 Alder Lake HX， 为首个支持 PCIe 5.0 的移动处理器系列，同时采用了媲美台式机级别的 BGA 封装技术，共计拥有48个 PCIe 通道，同时还支持最多4通道 SSD， 共计 16TB 存储，最多拥有2个雷电4接口，同时每条显示器接口拥有高达40Gbps 的传输速度。除此之外，其还兼容了 DDR4 3200和 DDR5 4080内存，最高拥有128GB， 并且该系列每款 SKU 均可在内存和 CPU 方面进行超频。而与此前相同，12代酷睿 Alder Lake HX 也分为了 i9、i7、i5 3个系列。首先是旗舰 i9 系列，推出了 i9-12950HX 和 i9-12900HX 两款 CPU， 二者规格方面基本一致，均为16核心24线程设计，由8个性能核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拥有30兆 L3 高速缓存 ，P 核基础频率为 2.3GHz， 最高睿频为 5.0GHz， E 核基础频率为 1.7GHz， 最高睿频为 3.6GHz， 拥有32个 EU 执行单元，核显睿频为 1.55GHz， 基础功耗为55瓦，最高功耗为157瓦。两款 CPU 的区别在于 i9-12950HX 支持英特尔 V Pro 商用标准和 ECC 纠错码，而 i9-12900HX 不支持，但会支持全核心超频。然后是主流 i7 系列，推出了 i7-12850HX、i7-12800HX 和 i7-12650HX 3款，其中 i7-12850HX 和 i7-12800HX 均为16核心24线程设计，前者依旧支持 V Pro 商用标准和 ECC 纠错码，而 i7-12650HX 则为14核心20线程设计。至于缓存和频率方面，则是略低于旗舰的 i9 系列，所以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最后是主流 i5 系列，推出了 i5-12600HX 和 i5-12450HX 两款 CPU， 前者为12核心16线程设计，后者为8核心12线程设计。但比起 i9 和 i7， 则同样是缓存和频率方面的缩减。在这里，我们把全系列的规格都罗列了出来，想要了解的玩家可以暂停查看。然而在性能方面，根据英特尔表示，对比上一代 i9-11980HK、i9-12900HX 的单线程有着近 17% 的性能提升，而多线程更是有着 64% 的性能提升。同时在 3D 渲染和 Crossmark 创造力方面， i9-12900HX 还有着 81% 和 33% 的不速提升，性能表现十分强悍。至于针对游戏性能， i9-12900HX 在搭载 RTX 3080 Ti 以及 64GB GDDR5 内存测试环境下，运行《孤岛惊魂6》全面战争战区3等大作时，均可达到114帧以上。特别是在运行彩虹6号时，更是可以获得472帧的电竞溢出表现，这完全是处在移动处理器的性能之巅。同时，对于有着创作需求的用户来说，在虚幻物引擎中，相比 i9-11980HK、i9-12900HX 有着4倍的速度提升，能为用户节省 79% 的时间。与此同时，在 Blender 的后端工作中也有着 1.7 倍的速度提升，能节省 41% 的宝贵时间。而目前首发的 OEM 厂商就有华硕、戴尔、微星等，后期也将推出更多的机型。在近段时间想要下山的玩家，如果觉得矿卡太难辨别，那么搭载了英特尔目前最强12代酷睿 HX 移动处理器的电笔也将会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记得关注超级课，我是李强，我们下期再见。